我们走吧。这就是傅家的少东家，瞧着真是风姿绝月，可惜身子骨太弱了。可不是嘛，请了多少名医大夫都束手无策。傅家百年基业，如今全靠这场商业联姻来稳固人心，免得户部那边又生事端。这场商业联姻是我骆家最后的指望，他若此刻倒下，我骆家满门都要沦为街边乞丐。对不住，骆姑娘，这桩生意怕是要黄在我手里了。少东家，您撑住啊！快拿参片来！我走不动了。不如我抱你进去吧。什么？放肆！成何体统！我傅家的脸面都要被你丢尽了！误了吉时才是最大的不吉利。我在家里干惯了活儿，力气大，你这身子骨轻飘飘的，摔不着。父亲，母亲，儿子把骆姑娘带进来了。我让备下的东西呢？这桩联姻关乎两家沿路命脉，骆家送来的就是谱牒上的姑娘吗？好大的胆子，竟敢拿我们傅家上百年的名誉和这桩关乎沿路命脉联姻开玩笑！这是偷梁换柱，是商业欺诈！完了，提家的事情败露了，要是被赶出去，我又得回到那个把我当货物的骆家。大掌柜，夫人息怒，画师作画总有美化，与真人有些出入也是常事。民女确是骆家之女。哼，一派胡言！商业欺诈足以让你骆家在两淮之地再无立足之地。来人，把这个商业骗子给我扣下！等骆家的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父亲，言辞，这里没你的事儿，退下。父亲，婚书上写明傅家娶骆家之女，她骆云溪便是骆家送来的女儿。契约已成，人已在此，有何问题？问题就是联姻文契上写的很明白是骆锦书。你当在场这么多生意伙伴都是瞎子吗？这是商业欺诈。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有人站出来，毫不犹豫地将我护在身后。父亲，谱牒不过是纸，人才是这桩生意的根本。今日午时3刻是与户部严印备案的最后时辰，若无盖了官府印证的婚书，傅家未来1年的盐运份额，怕是要削减30%。为了一个名分，损失100万两白银的生意，还得罪户部的宋大人，值得吗？夫君，燕慈说的对，燕隐势大，人既然已经来了，先把户部那关过了再说。家里的事儿，关起门来再处置也不迟。罢了，暂理官，继续用印。是。新人上前，用印为凭，契约乃成。那边桌上的木匣，劳烦帮我拿过来。这是？这桩联姻本就是一笔错乱的交易，你是被错算的筹码，这笔账我来平。那玉盒里的是西域血脂膏，涂在伤处能祛疤。你真是个好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定能生意兴隆，万事顺遂。生意兴隆，再大的生意也怕是无福消受了。我已安排好了船，就在码头等着，你随时可以离开，去过自己的日子。你要放我走？我手头没有太多现银给你，不过这把钥匙是我给你的补偿。
一把钥匙。我父亲早早为我在西山挑好了地方建了座别院，说让我走得体面些。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爹准备让我带到下面去继续享受的。你提前拿去变现，也算是物尽其用。这不是西山别院的钥匙，而是傅家秘库的。等我死后，傅氏商行的一切都会被查抄清算，但那秘库里的东西不在任何账页上。你若日后缺钱了，就用这钥匙去取，里面的银锭和珍稀香料足够你下半生衣食无忧。不过那地方不好去，在城外废弃的旧盐井里，路径复杂，内部还设有防盗机关。那一带也常有觊觎盐道的流寇出没，你若要去，须得万分小心。你笑什么？哪有在联姻第一晚就教唆生意伙伴去搬空自家金库的？少东家，您这笔买卖可真是算得清清楚楚。只是这远期交易风险太高，我可不答应。我不要你那些未来的货，我现在就要千金现银。怎么，傅少东家算盘打得精，万贯家财都算得清，不知算没算过这春宵一刻值多少金？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傅衍慈在你眼里就是一桩可以用金银估价的买卖吗？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帮你治病，我真的不是有意要气你的。罗姑娘，别怕，不怪你，我只是……我有办法救你，我真的有办法。我懂医术，是能解其毒的独门医术，只要用我的独门针法。燕儿，我的燕儿，来人，给我把这个毒妇拿下！放开我！不是我，我要救他！救他？你还想怎么害他？好一个骆家，真是好大手笔！真当我们傅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夫人，您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我儿今日为你强撑病体，维护你们这桩商业联姻，可你们骆家呢？为了3张淮南盐引，就把一个祸害送到我程西园。盐引？什么盐引？收了我们傅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却送来一个要我儿子命的丧门星。原来我不是被逼着嫁过来的人，我只是一件被明码标价运过来换取盐引的货物。去，把骆家的人给我叫来，我倒要当面问问骆振山，这笔账他打算怎么算？死丫头！朱母息怒，是我教女无妨，送她来傅家是让她伺候少东家，为两家生意添砖加瓦的，不是让她来惹是生非的。如今她竟敢忤逆主母，害得少东家病情加重，我们骆家一半的生意都指着这次联姻，这桩婚事都要被她毁了。主母明鉴，我为骆家操持半生，开源节流，对云溪也算尽心尽力。就连他用了手段抢了锦书的婚事，我也忍了。可他怎能如此不知好歹，一来就闯下这等滔天大祸？姐姐，你想要攀高枝，妹妹让给你了，可你怎么能拿我们骆家全族的产业去赌啊？少东家若有万一，傅家一怒之下，我们家那些赖以为生的盐铺、茶行，岂不是都要关门大吉？你让我们怎么活啊？那依你们看，这笔账该怎么算？主母息怒，此事千错万错，都是我这孽女一人的错。我们骆家愿意将她交由傅家全权处置，是打是罚，是卖是留，我们绝无二话。只求主母看在两家过往的生意情分上，不要迁怒骆家其他人。小女无知，冲撞了贵府，任凭主母和少东家处置。只求不要影响我们两家这桩商业联姻的大局。实不相瞒，我那二女儿锦书今日刚同户部的裴文远主事定下了婚约，她可是户部尚书宋怀大人的得意门生，前途无量啊！爹，我难道不是你的女儿吗？你为什
因为在他的生意里，你已经是一件被折价处理的货物了。少东家，骆老爷既然这么急着撇清关系，那便如你所愿。魏峰，在，去请骆家族长来，当着所有人的面立宗族除名文书。不，少东家，不可！这会毁了我们骆家的。他既已与我拜堂成亲，便是我傅燕慈的妻。以后无论我生死如何，她都是我傅家的少夫人。从今往后，她的荣辱就是我们傅氏商行100年基业的晴雨表。骆老爷，好自为之。燕儿，你疯了吗？为了这么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要把整个傅家的脸面都丢尽吗？她以如此不堪的方式嫁进来，外面那些生意对手怎么看我们？城东的李家已经在传，我们傅氏商行是不是资金周转不灵，才饥不择食？我们傅家100年的商誉不能毁在这样一笔糊涂账上。娘，我们傅家的信誉是靠一船船运到两淮的盐和库房里堆成山的真金白银换来的，不是靠坊间几句闲话撑起来的。如果傅家的生意连这点风言风语都经受不住，那离关门也不远了。夫人，过来。骆老爷还愣着做什么？笔墨纸砚早已备好，难道要我亲自帮你研墨吗？少东家，别为了你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耽误我和夫人回去对账。少东家，文书已立，我们这便告辞。慢着，既然与我夫人再无瓜葛，那当初作为联姻条件的商业资产，也该算算清楚了。你们骆家陪嫁的3张淮南盐引即刻作废。另外，为促成此次联姻，我傅氏商行预支给骆家的5万两周转银，限你们3日内连本带利悉数归还。5万两，这是要我们骆家的命啊！魏峰，送客。是。你怎么了？无妨，老毛病了。新婚之夜，并非有意怠慢。我身中奇毒，已非一日。任何情绪波动，或是体力消耗，都可能引毒发作，危及性命，并非对你有所不满。我会有办法治好你的。傅燕慈，你给了我今生，我便还你一世。我一定会用我娘留下的独门医术解了你的毒，让你堂堂正正的执掌傅家，长命100岁。父亲将傅家100年基业交到我手上，我却连一页账目都看不完。户部尚书宋怀虎视眈眈，我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这副身体就是傅氏商行最大的负累。或许一死了之，对所有人都好。风华正茂的年纪，若是有选择，谁不想好好活着呢？你醒了，饿了吧？我让厨房给你温着汤。好香，这是人参鸡汤。太好喝了，这么好喝，你不尝尝吗？我早就没有这些口腹之欲了，倒是你，吃慢点儿，不够厨房还有。怎么了？
我们之前说好要去洛府交割作为商业联姻条件的几间店铺，你可以同我一起去吗？不行，少东家身体虚弱，已经很久没有外出了。可是，少夫人，您有所不知，富士商行这100年基业，如今内外交困，全靠大掌柜和夫人勉力支撑。少东家的健康就是商行最大的定心丸。何况户部尚书宋怀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万一您的病容被他的人瞧见，传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可是我父亲和王若梅他们，我怕他们会借故赖账，把产业吞了。我一个人回去，一个人总是被困在这园子里，连自己的东西都护不住，又怎谈好好活着？我陪你去。魏峰，去备马车。是。那家锦绣阁绸缎庄换了招牌，我记得曾是我们傅家的产业。等你身子好了，我们一起把傅家的生意做得更大，把丢掉的都拿回来。少东家，少夫人，洛府到了。你还敢回来？你今天来是想把那南城盐仓的地契拿走吗？那本就是我出嫁时约定好的。约定？为了让你攀上傅家，洛家上下打点了多少关系？你现在要抽走盐仓，是想毁了我们洛家下半年的命根子吗？云溪呀，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家里最好的料子哪次不是先给你？让你去学堂识字算账花了多少银子？不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好前程，能帮衬家里？帮衬家里？谁和你们是一家人？我们当然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不能关起门来？一家人？当初为了拿到傅家的盐引，把我当货物一样送到诚心园的时候，怎么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你这个孽障！你是什么人？敢管我洛家的家事？我家少东家的人。洛老爷，我还没死呢，就轮到你来教训我傅家的人了？傅少东家，您怎么？我不来，怎么知道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富士商行的少夫人？我们两家这桩商业联姻，看来在洛老爷眼里，不过是一场可以随意欺辱我夫人的儿戏。不，少东家误会了，是云溪他不懂事，我们只是想教他规矩。规矩？我傅家的人还轮不到外人来教，知道说错话了就该道歉，跪下给我夫人道歉。少东家，我们是他的父母，跪下，否则明日扬州城里所有与洛家有生意往来的商铺都会收到我富士商行的信。你可以试试，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洛家的生意重要？少夫人，是我们错了，求您大人有大量。对不起，少夫人。你过去就住在这里？我娘走后，我爹和王若梅眼里，我就和这些废品没什么两样。他们教我识字算账，不过是为了让我这件物品在谈商业联姻时能有个更好的价钱。直到今天，看着他们跪在你面前，我才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件可以随意估价、随时舍弃的物品。傅燕慈，谢谢你，是你让我第一次听到了对不起。谢我？我不过是傅家最大的坏账，一个连算盘都拿不稳的废人。户部尚书宋怀虎视眈眈，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看父亲和母亲为傅家100年基业操劳，连为你出头这点小事，都耗尽了我积攒数日的精力，我算什么？不，你看清楚了，你不是什么坏账，更不是什么随时会垮掉的废人，你是我的靠山。你的靠山？
对，如果没有你，我洛云溪现在还被困在那个泥潭里，任人践踏。是你把我从那不见天日的过去里拉出来的。只要你还在，我就不用再怕被洛家的人欺负。只要你在，我在这偌大的诚心园里，才不算是一件因商业联姻而被随意丢弃的物品。所以，傅燕慈，为了我，你也要好好活着，好吗？这些年，我一直躲在傅家百年招牌的余荫下，空有少东家的名头，却连一本账册都拿不稳。面对户部尚书宋怀的盘石，我连句硬话都说不出，只能眼看父亲和母亲他们苦苦支撑，我才是傅氏商行最大的负累。可这是第一次，竟然有人告诉我，我的存在是有用的。我这副残破的身体，这短暂而无望的余生，真的可以成为他的避风港吗？好，我答应你，我会好好活着。一言为定。慢点。傅燕慈，你放心，我既然说了要你一世安康，就绝不是虚言。你以为我们的商业联姻只是洛家攀附的一场交易吗？你不知道，我娘在嫁入洛家之前曾有奇遇，得一位西域奇人倾囊相授，习得了早已失传的秘传调香术。此术能以世间罕见的香料调配出传说中可换骨续命的秘香，足以逆转生死。而我不仅继承了这门绝技，更记下了所有香方，这才是我敢许你一世安康的底气。这并非寻常旧疾，而是常年累月侵蚀脏腑的慢性奇毒，连府上重金请来的孙仁大夫都只当是体虚，可见下毒之人手段之高明，其心之歹毒。如今他的身体好比一栋腐朽的楼阁，经不起猛药强攻，必须先用我的调香术为他固本培元，把这亏空的底子补回来。听说了吗？咱们这位新来的少夫人，她娘家骆家的生意早就垮了。可不是嘛？听说她那份嫁妆里连个像样的铺面都没有，真是寒酸。要不是咱们少东家病着，急需一场商业联姻来稳固人心，哪轮得到这种旁支的女儿嫁入我们傅家？就是，我可听说了，原本要嫁的是她妹妹骆锦书，可人家嫌少东家身子不好，这才让她来顶替的。瞧她那畏手畏脚的样子，哪点像能掌管傅家的少夫人？怕是连账本都看不懂吧？咱们傅家家大业大，内有主母操持，外有大掌柜撑着。可如今外面有户部尚书宋怀虎视眈眈，这桩婚事本是想给傅家添助力的，结果娶了个对生意一窍不通的，主母心里不知多愁呢。这桩商业联姻本是想为傅家百年基业添些助力，对抗户部尚书宋怀，谁知娶了个旁支的女儿，听说他家生意都快倒了，哪里能比得上骆锦书？主母和大掌柜怕是愁白了头。他们只看得到傅家的泼天富贵，却不知这点风言风语，比起骆家那些为了几两银子就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剥的亲戚，连开胃小菜都算不上。随他们说去。连孙仁都束手无策的奇毒，我自有办法。只要能治好傅燕慈，我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价值。少夫人，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慢慢说。翠农管事，他带人把去少东家书房的路给堵了，说您不能过去。少夫人留步。翠农管事，这是何意？敢问少夫人，您手中这香炉，可曾在内务库房登账入册？这是我为少东家特调的安神香，是我的私物，无需入公账。少夫人初来乍到，不懂傅家的规矩，我不怪您。但只要是入少东家房中用在傅燕慈身上的东西，就没有私物一说。这关乎傅家继承人的安危，所有入口之物、所用之香，都必须有明确的出处和记录。万一出了差错，这个责任谁担待得起？翠农管事如此谨慎，自然是好的。既然你担心这香料的成分，不如我们请孙人过来品鉴一番。这定魂香的香方，本就是孙人早年游历时所得赠予我母亲的。他老人家一看便知真伪，也正好看看究竟是谁不懂规矩，在这里耽误了少东家休养。好，那就请孙人来。哼，请孙人。孙人大夫日理万机，为少东家和大掌柜的身体操劳，哪有空为你这点小事跑一趟？昨日是谁不顾少东家体弱，非拉着他去人多眼杂的西城古玩市集，害得少东家受了风寒，夜里咳嗽不止，你安的什么心？我自有分寸。你有什么分寸？别以为靠着一纸商业联姻的契约进了傅家，就真把自己当主子了。我这就去禀告主母，让他瞧瞧你这不安分的媳妇儿，一句话就能让你卷铺盖滚回你那破落的骆家去。我傅家的规矩，什么时候轮到一个下人来定了？少东家，奴婢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哪个意思？少东家，奴婢是在为您着想啊！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万一他在这香里下了毒，要害您性命，毁了我傅家的根基，可怎么办？少夫人为了我的身体，日夜费心，连孙人都赞他医术，你却在此造谣生事，恶意揣测。我傅家正值多事之秋，外有户部尚书宋怀虎视眈眈，岂容你这等下人乱我规矩，动摇人心？魏峰，清算他的工钱，立刻赶出府去。再传话给两淮所有商号牙行，谁敢再用他，就是与我傅氏商行为敌。少东家饶命啊！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少夫人，您说句话呀！是我该死冒犯了您，求您大发慈悲，看在您也是从骆家出来不容易的份上，放过我这一次吧。少东家，少夫人饶命啊！你是我的妻子，这诚信园上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你。父亲和主母那边，我会去说，这桩婚事并非只是一纸商业联姻的契约。以后这府里的开支用度，你看得惯就留，看不惯就换。这是账房的对牌，以后这诚信园的大小事宜，傅家的生意，就都交给你了。账平不了，我来填。我知道了。外面风大，你刚喝了药又动了气，赶紧回屋躺着。这七反凝神香气味如此奇特，你就不怕我为了独吞傅家家产，在里面动了手脚？只要是你调的，便是毒药，于我而言也是甘霖。既然如此，你这笔身家性命的大生意，可否全权交由我打理？日后我说什么，你都得照办。悉听尊便，我的大掌柜。好，那从明日起，卯时一到，你就随我练习鹤溪功，以配合香力，疏通经脉。练功？云溪，我这副身子骨，
怕是连鹤毛都学不来一根。借口无用。我先教你第一式，金鸡独立，站稳了，我的少东家。看清楚了吗？这便是贺西公的第一式金鸡独立，气沉丹田，一手足心。看清了，只是我这身子骨怕是学不来仙鹤，倒更像只落汤鸡。少说傻话，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调理，万事开头难。来，试试。稳住呼吸，不要强撑，感受气血流动。抱歉，我站不起来。不必道歉。你久病体虚，经脉淤塞，能引动气血已是奇迹。初次引气，气血冲撞经脉是常事。少东家身子骨何等金贵，哪经得起这般折腾？少夫人这来路不明的法子，瞧着就悬。万一出了岔子，我们傅家这百年基业的未来……唉，让你见笑了。我是你的妻子，也是你的大夫，在你我之间没有见笑一说，只有信与不信。我自然是信你的。那就好，我们再试一次，这次只站3息。胡闹，真是胡闹！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去账房。这账没法算了，外面都传遍了，说咱们傅家的少东家被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迷了心窍，天天在院子里学鸟叫、站木桩。何止啊，扬州那边的几个老客商都派人来问了，旁敲侧击地打听少东家的身子到底如何。明年的盐引续批在即，要是让户部那帮人抓到由头，到时候咱们傅家这百年基业，怕是要毁于一旦。你家宋怀那边正愁找不到机会下口呢。这位少夫人到底是来救傅家的，还是来……唉，气沉丹田，一手神阙。凝神，别分心。这贺西公比谈成一笔100万两的生意还难。100万两的生意亏了还能赚回来，你的身子骨可是无价之宝。再坚持10息。云溪，今日是花灯节。是啊，忙着你的事儿，我都忘了日子了。你来承心园后，就一直为我操劳，从未好好逛过。今晚我带你去逛花灯节。我们傅氏商行在关灯的主街上就有3家最大的铺子，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自家的江山。可是你的身体……好，但说好了，只要你觉得累，我们立刻就回来。都听夫人的。这就是延神记，比我想象中还要热闹100倍。那座最高的彩楼挂的是傅氏商行的徽记。那是我们傅家最大的盐号。今日是两淮盐商最重要的日子，祭拜盐神，也展示各家实力。我想让你看看你夫君的江山。你看那边的玲珑盐灯真漂亮，主母平日礼佛，若送她一盏，她定会喜欢。你在这里的茶楼下等我片刻，我去就回。好，我等你。你，哎呀，姐姐，真是你，我还以为看错了呢。骆锦书，姐姐怎么见到我就这副脸色？也是，毕竟是攀上了傅家的高枝，做了承心园的少夫人，瞧不起我们骆家的人了。我该瞧得上吗？我还以为你这桩商业联姻是嫁过去伺候那个连算盘都拨不动的药罐子的，没想到竟还有闲情逸致出来闲逛。你态度尊重些，尊重。当初骆家把你当货物送出去的时候，你怎么不谈尊重？如今傅家百年基业眼看就要败了，你倒摆起少夫人的谱了。不妨告诉你，我未来的夫君可是裴文远，他如今已是户部尚书宋怀大人的门生，前途无量。你守着一个病主子，有什么可得意的？
一个泡在药罐子里的病秧子，守着金山银山也无福消受，怎比得上我夫君前途无量？将来可是要掌管盐税的大人。洛姐姐，你听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福气。你嫁入傅家又如何？不过是守着个活死人，替洛家换了点蝇头小枝罢了。下次不许离开我这么久。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茶楼等我吗？我看你久久未归，怕你出事，这才寻来。在这扬州城里，敢对傅家人指名道姓的叫骂，看来你们家的生意是不想做了。傅彦慈，你别太嚣张！这位想必就是傅家少东家了。在下裴文远，新科世子。方才只是女眷间几句口角，少东家这般以势压人，怕是有些不妥吧？阿远，他要断我们家的生意。商贾逐利本是天性，可若目无王法，以钱财欺压良善，与强盗何异？哼，强盗！我傅家奉旨总领两淮盐运，岁入占国库30%。我傅信傅沧海的100年基业。是朝廷的钱袋子。这位姑娘当街辱骂我夫人，诅咒我这个傅氏商行唯一的继承人，这已不是口角，是意图扰乱盐政，动摇国本。你说该不该罚？你这是强词夺理，区商贾也敢妄谈国本，更无权动用私刑。阿远，我怕私刑。既然裴举人觉得本少东家处置不公，那正好，我们现在就去户部衙门，当着你的恩师户部尚书宋怀大人的面，好好论一论他手下的人是如何当街寻衅。又是如何看待我这个朝廷钦定的盐运总商的？你敢吗？杀叔无状，在下管教不严。若少东家非要追究，这责罚由我一人承担。不，阿远，倒是条汉子。魏峰，在。既然裴举人主动请罚，那就成全他，给我打。得罪了裴举人，不要！傅彦慈，你敢！夫君，那裴文远是户部尚书宋怀的亲信，你今日为了我，让他当众受辱。我担心宋怀会借故发难，卡住我们傅氏商行下一批的盐引批文。既然是宋怀的人，那这笔烂账就更要和他算个清楚。烂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傅家和宋怀……不说这些了，不是答应了要陪你来放祈福宝船吗？再晚些，园子里的湖心亭可就没了观景的好位置。把你的心愿写上去吧。怎么不睡会儿？今天逛了这么久，累了吧？不累。谢谢你，夫君。今天是我长这么大过得最像自己的一天。像自己？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和货站里的那些绸缎、茶叶没什么两样，都是被估价、被交易的物品。但今天，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是骆云溪，是个活生生的人。傻丫头，你本就是。是我不好，让你受委屈了。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不够，还远远不够。你放心，商场有商场的规矩。既然骆家不把你当家人，那我们就算算生意账。无论是骆振山还是王若梅、骆锦书，他们让你受过的委屈，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傅彦慈，傅家的规矩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清楚。少东家、少夫人到了。走吧，
夜深了，该歇息了。少东家，少夫人，快回堂里去吧。何事如此惊慌？主母为着灯会上的事儿，已经在济安堂召集了几位大管事，户部的公文半个时辰前就到了，就等您二位回去主持大局。夫君，主母向来以傅家的生意为重，这次我让你当街打了裴文远，他可是户部尚书宋怀的人。户部的公文都下来了，是不是要影响到我们家的盐引了？我闯下这么大的祸，主母定不会轻饶我。别怕，今日之事错不在你，区一个户部，还没本事断我傅氏商行的财路。母亲那边你放心去，一切有我。儿媳见过母亲，不知母亲深夜传话，有何吩咐？吩咐？我可不敢吩咐我们傅家如今的大功臣。你自己看看，这就是你今天在灯会上的壮举，给我们傅家换来的代价。母亲，儿媳并非有意惹祸，只是那裴文远出言不逊，侮辱夫君和傅家。他一向温和隐忍，何曾为了几句口舌之争当街动用私刑？你进门才多久，就把他迷得连祖宗的基业都不顾了？我没有。没有？那他为何不许我过问院中事务？你让他用那些旁门的法子折腾身体，现在你还让他为了你，把我们傅家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官府人脉，一夜之间毁于一旦。骆云溪，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是不是想把他迷得团团转，好让你骆家攀附我们，甚至想掏空我们傅家的家底？我没有，我没想过攀附，也没想过傅家的钱。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希望燕慈能好好的活着。好孩子，你先起来，到我身边来坐。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方才是我太冲动了。这半月来，燕慈的改变我都看在眼里。她以前就像一潭死水，只等着干涸。可自从你来了之后，她有了生气。她开始看账本，过问铺子里的事了。我傅家万贯家财，也不及我儿一个活蹦乱跳的精气神。如果这些改变都是因为你，那今日得罪了裴文远，丢了盐引的续约，我认了。母亲，你可知我们傅家与户部尚书宋怀为何积怨如此之深？外人都以为燕慈是早年随商长途跋涉，在瘴疠之地染上的顽疾，其实不是，她的病是拜宋怀所赐。当年我怀着燕慈的时候，傅家与尚未成名的宋怀争夺一笔南洋香料的贡品专营权，为了取胜，那个奸贼竟在我献给宫里的香料样品中暗中下了一种西域奇毒。下毒呢？那为何不报官？报官？如何报？那毒无色无味，慢性发作，等察觉时早已人证物证全无。而宋怀借着贡品不洁的由头，让傅家失了圣心，他却扶摇直上，如今已是户部尚书。他如今管着天下商人的命脉，我们一张状纸递上去，明天就是100张封条贴满门。他只需随便安个偷税漏税、扰乱市场的罪名，就能让我们傅家万劫不复。这么多年，我们傅家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母亲，我明白了。32笔生意，就因为燕慈在灯会上动了裴文远，宋怀2天之内就找由头夺回了我们32笔货运批文。母亲，是我的错。我不是在怪你，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豺狼。当初大婚，赞礼官周安还在高唱贺词，我却只当是场交易。如今看来，你才是我们傅家真正的福星。自你来了，燕慈她有了生气，甚至开始过问铺子里的事，我这做母亲的都托了你的福。如今傅家大敌当前，燕慈是你唯一的依靠，也是你唯一的软肋。要对付宋怀，首先他必须站起来。
这是我们富士商行的总印，见印如见大掌柜，所有商路银号人手皆凭此印调动。母亲，这太贵重了。这东西太重，我老了拿不动了。以前总想着等燕辞他，可如今我信你，以后这诚心园大小事宜，傅家的各路生意就都交给你了。傅家是兴是亡，都在你一念之间。母亲，我绝不负您所托。傅燕慈，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没关系，很快就要结束了。宋怀，你以为夺了傅家的眼影就能高枕无忧吗？只要燕慈能站起来，傅家就绝不会倒下。7天，只要7天，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真正的傅氏少东家。你的脉象沉稳有力，气血也充盈了许多，看来我的方子对路了。我自己也觉得身上久违的有了些力气。这还只是开始，今晚我会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哦，我已寻其所有珍稀药材，今晚便为你行最后一步，以香入药，固本补元的根除疗法。那也该是我先赠予你惊喜。打开看看。这支玉簪，你……我托了富士商行在各地的掌柜们打听，花了几个月，才从一个偏远地区的收藏者手中高价赎回。这是你生母留给你，后来却被变卖的那只，对吗？我打听你的过去，并非有意窥探，只是想多了解你一点，以后才能更好的保护你。看我是不是打扰你们小两口了？母亲，云溪，今日是你生辰，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了这碗福寿面。自从那晚在济安堂把话说开，看着少东家一日比一日精神，我这心里才算踏实。当初只当是场商业联姻，如今看来，你才是我傅家真正的福星。多谢母亲，让您费心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等你爹回来了，咱们就开席。往日爹去户部公干，这个时辰早该回了。今日他去见宋怀，商议明年盐引续发的事，事关重大，怎么耽搁了这么久？须是被什么要事绊住了脚，咱们再等等。户部办案，傅家上下人等不得妄动。你们是什么人，竟敢擅闯私宅？奉户部尚书令，查两淮盐商傅沧海涉嫌勾结边将走私官盐，私铸铁器，罪在不赦，即刻查抄家产，缉拿归案。不可能，傅家是百年商号，一向奉公守法，绝不会做这种事，这一定是诬陷。这位大人，凡事讲究证据，不知尚书大人凭何定我父亲的罪？证据？户部尚书宋怀大人亲自呈上的账本和货运单算不算证据？傅沧海已经在户部衙门画押认罪，现已收押。你们傅家完了！你说什么？实话告诉你们，此案若查实，傅沧海当街问斩，傅氏家产全部充公，家眷无论老幼，一律流放岭南3000里。老爷，母亲，母亲。我请孙人来看过了，母亲只是气急攻心，暂无大碍。我已经用了安神的法子，让她先睡下了。燕子，你撑住！我刚才去账房看了一眼，户部的人把那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那本所谓的罪证账本。他们没有证据，就不能给我们定罪。没用的。怎么会没用？这背后是户部尚书宋怀那只老狐狸，他既然敢直接查抄傅家，就说明他早已罗织好了所有罪名。他既然敢动手，就必定准备的天衣无缝。我们有没有那本账本，他都能让他出现。户部既是查案的，也是定罪的，我们没有申辩的机会。可是父亲他……父亲已经被他们画押认罪了，这是个死局。傅氏商行100年的基业，怕是要毁于一旦了。你才刚从洛镇山和王若梅的火坑里跳出来，我不该把你卷进我们傅家的死局里。这场商业联姻从一开始就委屈了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云溪，拿着这个走，我也安排魏峰在后门等你，送你去蜀中投靠我的茶行故友。这份放归书能证明你在事前就已与傅家无涉，等官府的抄没文书下来，
你就不再是傅家人，他们动不了你。以后好好活下去。傅燕姿，在你眼里，我洛云熙就是那种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女人吗？傅氏商行一倒，我就要大难临头各自飞吗？云溪，我不是这个意思。户部尚书宋怀设下这个死局，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父亲已被迫画押，罪名一旦坐实，傅家会被满门抄斩，家眷流放3000里。你才刚脱离洛家的苦海，不该陪我死在这里，这对你不公平。不公平？你现在要把我一个人推开，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你说过要和我一起，让傅氏商行这100年的招牌遍布大江南北。你现在让我一个人走，言而无信。没有你，我一个人逃到天涯海角，守着这些银票行尸走肉的活着，又有什么意义？我嫁入傅家，嫁的是你傅燕慈这个人，不是傅氏商行的万贯家财。富贵我陪你享，这灭顶之灾我也陪你扛。傅燕慈，你听好，我们是夫妻，理应生死相依。可这是死局。不，还没到最后一步。什么？宋怀要的是名正言顺地吞下傅家的家产，更是要我们死得无话可说，所以他必须走完所有程序。户部查抄总号的最终执行令还没有下达，大理寺的终审判决也还没公布，只要程序没走完，他就没法把手真正伸进我们的库房。这就是我们的时间，我会陪着你，陪着母亲一起，等父亲回来。云溪，谢谢你，还愿意留下来。云溪，委屈你了。我们是夫妻，没有委屈。少东家，少夫人，不好了！进来。少东家，少夫人，府里的家仆和各商铺的管事，伙计们都聚在济安堂，人心惶惶，快要压不住了。我去。不行，你的身子要紧，主母病倒，你不能再倒下。我去。听说这次是户部尚书宋怀亲自发难，罪名是走私盐铁，要抄家杀头的。傅氏商行难道这样完了？我们怎么办啊？少夫人，不是我们想做忘恩负义的小人，大伙儿都靠着傅家养家糊口，可这是掉脑袋的大罪啊！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实在赌不起这条命啊！各位的担忧我明白，傅家今日蒙受不白之冤，确实危在旦夕。傅家不强留任何人，凡是想走的，现在就可以去账房领3倍的工钱，从此与傅家再无瓜葛，我绝不阻拦。但是我当初以商业联姻之身嫁入诚心园，便早已将自己当作傅家的人。只要傅家还没倒，我就会站在这里，愿意信我洛云熙，信傅家是清白的，愿意与诚心园共度难关的，我在此立誓，只要诚心园能洗刷冤屈，他日东山再起，诸位便是傅家的元老功臣，福祸与共，富贵同享。老奴受主母与大掌柜大恩30年，愿与诚心园共存亡。我等愿与诚心园共存亡。我等愿与诚心园共存亡。你这几天把自己折腾成这样，好不容易养回来的身子又败下去了，就算要翻案，也不能不要命啊！我把所有卷宗都看遍了，宋怀伪造的账册天衣无缝，所有盐运的官方勘核都指向我们。负责此案的又是他户部的人，我们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父亲已被他们画押认罪，这是个死局。这场商业联姻本就委屈了你，你好不容易脱离洛家的掌控，却又让你陷入傅家这100年未有的绝境。我们是夫妻，本就该悲喜同享。母亲受不住打击，已经病倒，我不能再看着你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要救我爹，救我们傅家，也并非没办法。
云溪，我好累，让我抱一会儿。你也累了，我们都定定神。等我。这是哪儿？停车！魏峰，你要带我去哪儿？傅燕慈呢？少夫人，南边一批盐引的交割出了乱子，对方只认您手上的信物，少东家命我们护送您即刻南下对账。对账？这么急？是，这是少东家的命令，属下不敢不从。对账是假，盐引也是假，他要把我送走。停车！少夫人，少东家吩咐去鼻院暂避风头，对您身体好。暂避？他若真为我好，为何要用加了料的安神茶？为何不亲自对我说？少夫人，万万不可！少夫人，您这是要了属下的命啊！我的命是我自己的，现在告诉我，傅燕慈到底去了哪里？少夫人，少东家他也是为了您好啊！我不想听废话，说。少东家他要去拦钦差的仪仗，他要拦驾申冤。拦驾申冤？少东家说，户部尚书宋怀只手遮天，常规的法子根本没用，唯有以死相搏，在徐延钦差面前把事情闹大，才有一线生机。他已经抱了必死之心。掉头回扬州府，去朱雀大街，快！草民傅燕慈为父赴沧海，叩告巡盐钦差大人。你怎么又回来了？傅燕慈，你疯了！快起来，你这是在送死！我不能走。大胆刁民，竟敢在此喧哗！住手！哟，这不是傅家的少东家吗？怎么想拦驾申冤？我要见钦差大人，为我父赴沧海申冤。可以，不过奉我们户部尚书宋怀大人的令，为整肃纲纪，凡冲撞官驾者，必先受30鞭笞，以验其决心。傅少东家这身子骨，这30鞭下去，怕是状纸还没递上去，人就先没了吧？裴文远，你这是公报私仇！少夫人，此话怎讲？就因为上次燕慈教训了你，你如今挟私报复，竟敢滥用私刑。少夫人，我不过是按规矩办事，这是户部的规矩，我只是奉命行事罢了。你这是草菅人命！王法面前人人平等，区区商贾也敢惊扰尚书大人。傅少东家若是不愿，大可离开，我绝不阻拦。30鞭笞，我受得起。不行，你受不住的，你身子受不住的。云溪，这段时间你为我调配的安神香，让我觉得身体好了不少。我不能放任我爹不管，你为我做的够多了，不能再牵连你。傅燕慈，冲撞钦差，藐视王法，连我们户部尚书宋怀大人都要敬3分的仪仗，也是你区区商贾能冲撞的？给本官打！住手！别哭，等我一起回家。
燕慈，燕慈，你醒醒！魏峰，快来帮忙！户部加急令，富士商行少东家傅燕慈接令，兹因北境灾情紧急，急需税银赈灾，着令富士商行主理押运官傅燕慈3日之内，将100万两加急税银押送至千里之外的北境灾区，若有延误，以通敌乱处。民妇骆云溪代夫傅燕慈接令。哎呦，姐姐，这可真是太惨了！看来你还真是个灾星命啊！在家里先是克死了自己的母亲，如今这刚嫁入诚心园，又把傅家克的100年基业毁于一旦，连少东家也要被你克死在押运路上了！啊！你疯了！你竟敢当街动手！是我打的，如何？骆云溪，你别得意，傅家马上就要完了，你这桩买卖亏到血本无归。傅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唱衰，倒是你回去告诉骆锦书，过去在骆家如何欺我辱我，我尚可不计较，可从今往后再敢散布谣言，动摇傅家根基，我必让你骆家在两淮的米行颗粒无收。滚！我苦命的儿啊！我们傅家几代人如履薄冰，才换来今天。他宋怀一句话就要我儿的命啊！那官文你看到了吗？3日之内押送100万两税银到千里之外的北境，还要途经匪患猖獗的黑风口。燕子他连动都动不了了，这是要他的命啊！快，扶主母回房休息，熬些安神汤来。听着，第一，立刻封锁所有消息，对外只说少东家敬仰，任何人不得泄露押税一事，违者重罚。是，少夫人。第二，传我的令，明日一早召集富士商行所有掌柜到济安堂议事。第三，立刻派人去各大钱庄核对所有往来账目，暂停一切大额资金出入。孙大夫，请您开出续命的药方，少东家全靠您了。少夫人节哀，药方在此，老朽告退。傅燕慈，你醒了。别动，你不要命了吗？云溪，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还知道我担心？你为什么要这么傻？我没有想瞒着你，我只是想将陈情书递进大理寺，为父亲傅沧海的案子求一个公道。我没想到会这么冒险。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是户部尚书宋怀一直在暗中处处针对我，裴文远在街上拦我，也是他的授意。他想要的一直都是傅家100年基业，是想让我们傅家全族查抄流放，永世不得翻身。我知道，可是云溪，那份官府批文你也看到了，去北京灾区押送税银9死1生，我不能再拖累你。明日一早我就让魏峰送你去江南的田庄，离这里离骆家都远远的，我们之间的商业联姻到此为止。我不走。云溪，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你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傅燕慈，你相信我。少夫人，老朽已用金针封住少东家心脉，但这毕竟是解一时之急，此去北境千里，万望保重。
天凉，怎么不多穿一件？我不冷，你顾好你自己。傅少东家，时辰到了，再不走，耽误了朝廷大事，你担待得起吗？云溪，我不知道你昨夜为我做了什么，但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你只管把这趟差事办好，我会守好诚心府，守好我们傅家，我不会让病中的主母失望的。好，云溪，等我回家。启程。少夫人，骆家的人又来挑衅了。送请柬的丫鬟是骆锦书身边的人，他竟敢当众诅咒，说什么？说少东家此去关外，怕是血本无归，让您早日另寻高枝。裴文远，户部尚书宋怀的心腹，燕慈此行本就因宋怀而起，傅家危在旦夕，我答应过燕慈要守好诚心园。这场商业联姻早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裴文远一定清楚商路的动向。少夫人，这分明是鸿门宴，骆锦书就是想让您当众出丑，您可千万不能去。备车。少夫人，我要去尚书地。富士商行少夫人到。哟，傅家的少夫人还有心思出来应酬，傅家的商队怕是已经喂了黑风口的狼了。人家这叫未雨绸缪，毕竟这商业联姻靠山一倒，可就什么都没了，得赶紧为自己物色下家呢。这个不太怎么会是他？裴大人，1年前大人在地方任上那场账目危机，不知如今是否还有余波？姐姐，你这是什么意思？裴大哥早已凭自己的才智解决了，你提着旧事，是想揭人伤疤吗？早就听锦书说你惯会冒领功劳，如今竟连解围之计也要占为己有吗？傅少东家知道你在此处，与他傅家的对头暗通生气吗？怕不是要被你气得从病榻上跳起来？看来大人是真不记得了。姐姐，你休要胡言，裴大哥的计策是我1年前你在地方任上为了一笔3万两的亏空焦头烂额，那笔账用寻常的龙门账和4柱清账法都对不上，因为其中藏了阴阳流水，唯有我独创的3柱清算法，以收支存为基，引入虚号为变量，才能解开。我将写有算法的密信留在了你常去的观澜茶楼，那封信是用加了白级的特制墨写的，遇水则显，只是松江府的玉板轩，左下角还有一个我母亲留下的梅花暗印。骆锦书，他可曾与你说过这些细节？裴文远那边虽有转机，可燕慈为何我这心总是定不下来？少夫人，燕慈呢？少东家的商队呢？出事了！少东家为朝廷采办贡品的商队，在黑水峡遇上了100年捕鱼的山火。伤亡如何？货呢？连人带货全被冲走了。我们的人赶到时，只在下游的乱石里找到了这个。燕慈，少夫人，云溪，你可算醒了，你吓死娘了。他不在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傻孩子，你说什么胡话？燕慈她……不要！你疯了！你不能死！你肚子里还有傅家的骨肉啊！
说什么？孙仁刚刚才来给你请过脉，你已经有1个多月的身孕了。云溪，这是燕慈在这世上唯一的香火，是我们傅家下一代的指望。为了这个孩子，你一定要坚强起来啊！燕慈，母亲说的对，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傅家这唯一的香火，我必须活下去。这场商业联姻本是骆家的算计，却让我遇到了你，我绝不会让户部尚书宋怀得逞。少夫人，大喜大喜啊！少东家没事儿。黑水峡的山洪是宋怀的阴谋，他派人截断河道，想淹死我们的人，劫走税银。但少东家早有准备，将计就计，不仅保住了税银，还把宋怀派去的人和伪造的文书都抓了个人赃并获。这是少东家的亲笔信，他正带着人证物证火速赶回。我就知道他绝不会有事的。拦住他！此人是户部的人，让开！我有万分紧急的事要见你们少夫人。裴文远，你这个宋怀的走狗，还敢擅闯我傅家！骆云溪，快走！宋怀要对傅家赶尽杀绝了。裴文远，你之前的所作所为，还让我如何信你？我去查了，是我错信了骆锦书。我的初心是为整顿吏治，让商路清明。可宋怀所为，不过是借公权之名行吞并之实。我不想再助纣为虐。这是我从户部抄录的大理寺查封令副本。宋怀已经等不及了，他要在今晚就以走私违禁品的罪名查抄傅家所有产业，活捉你来威胁傅燕慈。好，魏峰，备马，我们立刻走。是，少夫人。按照约定，接应我们的人就在这里。给我围起来，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跑啊，我的好姐姐，怎么不跑了？我在这儿可等你们很久了。骆锦书，你这个毒妇，简直无药可救！裴文远，为了一个被傅家抛弃的弃子，你竟敢背弃与户部尚书宋怀大人的盟约，真是愚不可及！我不屑与尔等为伍。不屑，很快你就会知道，你的清高一文不值。宋大人已经知道你是叛徒了，只要我把你这个傅家的命根子抓到他面前，傅家最值钱的2怀盐引专营权就是我的了。靠出卖宗族、背弃信义换来的生意，你晚上睡得安稳吗？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贱人，你敢看不起我？给我上！男的打断腿，女的活捉，别伤了脸，这可是献给尚书大人的厚礼。保护少夫人！奉大理寺查办令，户部尚书宋怀勾结私盐贩子，伪造账目，侵吞官银，意图扰乱大庸盐运，动摇国本。经查，证据确凿，现已查封尚书地，所有涉案人员一律捉拿归案，听候发落。尔等助纣为虐，还不束手就擒！燕慈，云溪，我们赢了。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你送出的那本加密账本我收到了，没有你的账本，我手里所有的证据都只是孤证，是他把所有线索都串了起来，给了宋怀致命一击。只要你平安。傅燕慈，你要当爹了。当爹？我要当爹了。云溪，你说的是真的吗？嗯。得赶紧把最好的铺面腾出来改成育婴房。不对，我要当爹了！
谢谢你，云溪，谢谢你。